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国安危机之你的生育率问题，还是其实是你个人的人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议题之拔河的存在意义呢？我今天想很快速的直接跳到结论，就是，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全世界这也是事实，全世界的低生育率普遍集中在我们所谓的高压的东亚区，包含日本、韩国、台湾，甚至现在连中国都榜上有名了哈。那刚好都是在东亚的这个范围里面，那所以我们就会很直观的、直觉的把高压这样的一个呃框架认作是呃生育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关键的因素所在哈。那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比较是有结婚的，好像多数至少我从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看来，其实有结婚有生小朋友的，多数都有生到2个小朋友，所以应该跟有结婚然后有生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应该比较不是原因所在。那所以看起来，以我从我自己身边人的观察来看，应该是可能是晚婚，然后甚至到未婚的原因，可能是比较有更大的问题，这是我的观察。那再来就是，这边我看到的一些状况是，至少西方他们对非婚生子女，就是你不是婚姻期间所诞生的小朋友这件事情，包含了同居，包含了离异，包含了就对，就各种的婚外情，whatever，就各种的呃相处状况所诞生的结晶的这个小朋友，所谓的非婚生子女，在东亚区普遍是比较不存在的，量也比较少。好，那在西方，至少感觉得到的是，西方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接受度以及社会的保障及照顾程度是比较相对应该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从我们台湾的一个人口学家郑彦新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当中，有发现到说，我的几个观察也是，就是刚刚讲的2个观察点是对的，从他的研究结果里面来更数据的来解释的，来说明了，确实主要是发生在就刚刚讲的，主要是晚婚。好，其实慢慢的，结婚年龄层越来越来到30多岁，那普遍大家又会认为，啊、生育的黄金时段可能在35岁之前，所以无形当中都让想结婚，然后想要有小朋友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的这个时间压力上面，其实是有更严苛的，因为呃结婚年龄对结婚年龄普遍已经推延到30岁才结婚，那我们的刻板的对于至少对母体来讲比较好的生育时间又在35岁之前的话，那其实某种程度就表示了，其实对于想要生小朋友的女性或男性的人来讲，其实大概就只有5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你要找到好的对象，自己想要的对象，然后结婚，然后至少在东亚区会有结婚，才会有所谓婚生子女的诞生，要在5年内发生。对，这件事情是它会有形塑一个时间的压力。那在他这个研究里面，他其实也调查了，就是
在但是他这个过去的研究主要只针对女性哦，因为也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台湾的社会相对是比较父权、比较传统的状况，现在也还是相对是，但是比起以前来讲更传统一点。那所以早期调查未婚或是未生子女的这些人来讲，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调查女性的部分哈，所以他们调查有一个题目是，就是你目前仍未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他就大概罗列了大概八个要素。那我觉得这应该也蛮适用于男性的几个因子。那我觉得可以念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第一个，要照顾家人，有需要被照顾的家人。第二个是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第三个是年龄的因素啊，有可能因为调查是从15岁到49岁，那前面的15岁到24岁可能还求学期间，可能年龄因素就是其一，或者是求学时间就是其一。好，那也有当然到45岁、49岁的那个年龄段的女性哈，研究里面是女性，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男性也适用。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来讲，他们对于年龄就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个心理障碍，或者是社会给这些所谓大龄的男性或女性都有一个标签，就认为他们已经是年纪过长之类的，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仍然有想结婚的意愿的话，那怎么会阻止他们？对，好，然后再来就是工作因素，可能比较有追求成就感什么之类的，工作因素是一个，然后担心婚姻的不幸福是第5个，第6个是经济因素、经济条件的状况，好，这个就可能比较是我们普遍东亚区所讲到的，可能高房价、各种的物价很高。社会环境的压力等等的，好，这可能就归类在经济因素，这也是其一。但是看这个比例来看，它好像不是最大的范畴，在比较高的范围也大概就是15% 到20% 的影响力，但是不会是最大的条件。第7个就是求学因素，好，第8个未遇到适合的适婚对象。那这个在各年龄段、教育程度段来看，它都基本上都超过了有30%，甚至可能高达50%的条件。所以其实从这些原因来看，就很明显就可以确定的是，其实关键是在于认为自己没有遇到适合的适婚的对象。这是主因，对，所以，就可以，论证我的观察，我的感觉的部分，哈。那但是我日前刚好看到一个英国的 YouTuber， 一个女性的英国 YouTuber， 她的名字是戴淑萱 Suzy， 她跟她的朋友们在聊的一个议题是。就是生小孩，女性真正的想法，那还有分上下集。这个影集看完，不是影集，他的作品2集看完之后，其实我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全然只发生在东亚区，其实曾经的欧洲也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虽然有好一点点有恢复到大概所谓的那个什么婚育替代率还有婚生替代率的人口替代率的2.1，对，接近那个数值的部分，那个什么人口替代率嘛，替代生育率，专业名字叫替代生育率的部分。那看完他的2集作品之后，我发现到说，其实这个议题不是只有我们所谓的高压的东亚区存在啊。事实上，
即使是现在的欧洲也存在这样的议题，那大家都在关心，也都在关心，然后只是关心的方法跟探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好，那所以原本这个议题我可能只认为它是跟是否结婚生子，然后是否就是所谓的生育率的问题，然后对各国都说它就是国安危机的这个程度来看待这样的议题，好看待这样的角度。但事实上，看完他的影集之后，苏子怡他的影集之后，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实好像会再更虽然我们人口学家那个郑彦新，他虽然提到，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性别平等一点，更推动性别友善，然后支持婚育的性别平权的话，那其实能够让婚育这件事情不这么的挂钩的时候，那其实某种程度让女性或者是年长的男性也能够比较少的压力，即使在可能年纪偏年长的阶段，仍然能够去抱持着比较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去找寻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这个面向。对，是他的结论是这样子哈。但是看完 Suzy 的两集作品之后，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其实他看起来更像是在讨论的是，其实结不结婚、单不单身，你是想结婚而被迫单身，还是你其实本身就很享受在单身的这个状态，好，也不急，也没有也没有 care，也不在意到底自己状态是否单身这件事情。那即使结婚了之后，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反正结婚了，好，或者是就是希望他们甚至就只是同居，两人在一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是否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又在进一步又在讨论是，那是否是自己想生的，还是就是自然就发生的，还是它是像东方就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是长辈所期待的。好，因为甚至可能是东方文化里面或者说可能东亚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潜意识里面都有所谓的要生男孩子的这件事情。虽然生男孩子这件事情在西方可能比较不这么严重，但是或许这就真的不是我那么了解的地方，所以我就没办法回答，没办法表达出什么点。但是其实我要讲的重点就是生子这件事情，它也是有个人的意愿，亦有个人的意识这件事情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孩子生出来了，谁来养？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虽然它是一个幸福的负担，但是它仍然是个负担。那在不管网传或者是在各种说法上面，会有人说什么女儿要富养，男孩子用穷养，各种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终究那是一个社会给予的一个你说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也好，它终究是别人的建议，或者是别人的一个角度跟思维。那所以我看完 Suzy 的作品这两集作品之后，我的想法是，其实可能会更回过头来，更深层的去讨论个人的所谓的马斯洛的那个心理构造的那个架构的问题哈，到底
孩子啊，就像之前的影集一样嘛，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这个影集一样，它所要阐述的状况是一样的。其实你不能将你个人的人生价值观跟人生的方向去引导或诱导你的孩子一定要走你规划的路，或者是你期待的路，或者是他帮你成功，他成为你的替代品的这条路上面，而是你应该是给予协助，你应该是扮演所谓在英文里面所谓的 mentor 的这个角色来辅助他去找到他自己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育子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是你的个体，孩子是孩子的个体。所以在我看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是东方文化刚人口学家他所提郑彦新所提到的问题，确实如果我们只单纯讨论生育率来看，它确实是重点应该就是放在晚婚跟未婚的这个人口比例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地方。那如何让晚婚跟未婚的，然后但是也仍然想婚的这些人，也能够比较不会有这些压力，然后是否让社会的非婚生子女或者是性别平等上面这件事情上，平权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比较有一个更多的包容跟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从苏西这边，我的结论看完的结论是，其实应该还是反过头来看自己的，自己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想要怎么过，我的人生的意义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的价值是需要有小孩子来证明我的存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吗？结婚跟不结婚是你的选择，是自己的选择。那结了婚或是同居了，在一起了，有适婚适合的相处对象之后，生不生子又是下一个课题。好，这都是自己的选择。那有了小孩子之后，如何教养他，也是你的选择方法。好，你选择了去做了，去执行了，那小朋友的人生发展就有他的成果，会慢慢的在他的身上，他的人生上面做累积。但是必须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孩子的人生还是孩子他个体的人生。我觉得不要把这个挂钩的太深，因为往往有时候硬要把两个个体的人生挂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往往是蛮多悲剧的开始的源头。我个人或者是我所感受到、观察到的社会状况是如此的，所以我觉得身为父母，如果真的有幸有你的小朋友在您的呵护之下所成长，我觉得最好的教养就是陪伴他一起成长，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好的教养吧。对，但是他的路应该还是由他自己来走，他自己来决定，而不是长辈帮他决定好了一切的路线。那他的人生，你总不可能陪他一辈子嘛，所以终究需要让他学着自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做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对，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议题可能回过头来，可能会回到了到底自己的人生的意义的价值是什么，然后我如何选择，如何选定，就跟前面所讨论到，其实是晚婚跟未婚的
人口比较多。那有些人可能是想婚，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适婚对象；有些人就是选择性的晚婚或未婚，那这就都是选择。对，这就是今天我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但是因为这题目其实事实上也很大，所以可能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大家也提出来自己的看法跟见解。谢谢大家。